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第一条是，微软宣布在马来西亚投资22亿美元用于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，并与政府合作建立国家人工智能中心。让我们关注马士基上调全年利润预期，因集装箱航运需求强劲，为规避红海将船只转移至非洲。尽管今年新船舶大量投入市场，但马士基预计上半年情况将维持。全年预期调整后 ，EBITDA 为40至60亿美元。让我们关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暗示，通胀压力下不会加息，释放积极信号，刺激美股上涨，美债收益率下跌。但市场很快意识到，鲍威尔未明确暗示今年会降息，预计通胀下降到足以考虑放松政策还需较长时间，导致股市逆转，美债收益率回升。接下来这条，特朗普的政策可能会增加新的通胀压力，包括对中国商品征收60%关税和对其他全球贸易伙伴征收10%关税，以及减税和移民限制。如果这些政策实施，可能在2026至2027年间使价格上涨0.5%至1%。接下来这条，联邦贸易委员会禁止竞业禁止后，预计华尔街公司用于保护机密的留职停薪协议将继续有效，但某些协议将失效。关键是公司是否在休假期间向员工支付相同工资和福利。请看下面这条，环球音乐集团和 TikTok 达成一项授权协议，将恢复环球音乐歌曲和艺人的平台供应，并加强对音乐人免受人工智能侵害的保护。接下来这条，经合组织上调经济展望，预计全球经济将保持3.1%的增长率，通胀向央行目标快速靠拢。美国经济增长强劲，带动全球经济增长，而欧洲和日本则复苏疲软。我们来看一下，2022年，谷歌向苹果支付200亿美元，以维持其在 Safari 浏览器中的默认搜索引擎地位。该交易是司法部反垄断诉讼的焦点。谷歌被指控非法垄断了网络搜索和相关广告市场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，主席鲍威尔暗示未来降息的可能性。条件包括通胀回落至目标和劳动力市场意外疲软。接下来，艾斯特德，全球最大的海上风电场开发商，报告其第一季度运营利润有所上升，这归功于海上风电场收益的增加，并确认了全年业绩指引。然而，海上风电行业一直饱受通胀上升、利率上调和供应链延误的困扰。我们来看一下，环球音乐集团旗下艺人包括泰勒、斯威夫特、德雷克、阿黛尔、坏兔子和比利·爱丽什与 TikTok 达成新的授权协议，结束了约3个月的争端，将重返 TikTok。我们来看一下，高通股价上涨4%，因人工智能 AI 驱动中国智能手机需求反弹，中国智能手机厂商销售额飙升40%，推动公司盈利预期超估计。其他半导体公司也受益，如 ARM2.8% 和 Broadcom 2.4%。接下来 ，Moderna 第一季度财报低于预期，新冠疫苗销售额同比下滑91%至1.67亿美元。公司重申对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疫苗的预期，但预计2024年销售额为40亿美元，创2020年底获得新冠疫苗紧急授权以来的最低值。请看下面这条，健保公司信诺上调年度利润预期，得益于医疗成本低于预期和药房福利管理部门表现强劲。公司目前预计2024年调整后利润至少为每股28.40美元，高于此前预测15美分。下一条，美股期货周四大幅上涨，投资者暂且搁置利率担忧，关注苹果公司财报和即将公布的月度就业报告。我们来看一下， Peloton 首席执行官巴里·麦卡锡因需求下滑而辞职，公司宣布裁员15%，公司股票上涨14%，计划削减零售业务，以期重回正现金流。最后为您播报的是，特朗普媒体初创公司的股票是美国最昂贵的做空标的之一。根据一项粗略计算，该股票需要在未来1周内下跌12%，做空者才能勉强保本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